12柄飞剑，无双城100年颓唐，终于出了一名剑仙。前辈过奖了，去。无双没能控制住大明珠拳，反而被剑给控制了。我无双怎么可能被柄剑控制？骆先生，如何？好剑，值得我出剑。这便是传说中的剑士吗？那我便斩九歌，破凄凉。无双城有你这样的弟子，是他们的荣幸。前辈之剑，不似人间之剑，晚辈大开眼界。他们俩这是战平了。终究还是败了。你若再修炼10年，或许你手中之剑真的可以胜过我。可惜了，今日便要死在这里。洛谦要杀他。他居然这么快就上钩了，杀了他！无极棍，我原本以为洛城主能有这样的修为，定是气宇不凡之人。可适才面对这样的良才美玉，洛城主又为何要赶尽杀绝呢？我自有我的理由。可今天这个人，你杀不了。二哥，带无双走。多谢。我应该谢谢你们。走吧。你就是萧楚河。我听说3日之后，你要带走一人，并且再杀一人。你要杀的人可是我呢？正是你。但不应当是今日。我给了3日时间问剑天启，你拿的是棍，没有资格参战。那我呢？新剑。你是李新月的后人。雪月城雪月剑仙李寒一，雷家堡雷门双子雷轰门下弟子，剑心种新剑传人雷无节前来问剑。你个傻子，你不会觉得前面称号越长越厉害吧？好。哎，等等。等什么？前辈已经接连战了2场，并且2位对手实力都不凡。前辈虽然现在看上去并无大碍，但我相信体力一定与一开始有所不同了。我无妨。别说了，前辈有心让我，但我却不能接受。我辈剑士人人心诚，岂能愧对于手中之剑？
刚才前辈不是说要在天启城多待几日吗？那么3日之后，等前辈休息好了，我们再来此地问剑。前辈，告辞，3日后见。走，快点儿！来，雷无极，你疯了！你怎么可能打得过他？雷兄啊，你看上去单纯懵懂，其实还是挺聪明的。怎么说？刚经历了2场精彩对决，顾剑仙的神采在众多剑士中堪比神人。可当气势正旺，顾剑仙想要求剑却无人问答，雷无极却冲了出来，一顿插科打诨，还立下了3日之约，把气氛扫得干干净净。顾剑仙想要营造的高手求败的感觉，就荡然无存了。还是叶姑娘懂我。那3日之后怎么办？雷无极，你又该怎么办？今天上场的这3个人，我一个都打不过，尤其是那个顾剑仙陆清扬，差距很大。你还知道？但是他一剑斩了永安王的牌匾，这是在示威啊！不管我们去不去挑战他，他都会上门。与其让他主动找茬，还不如我们先挑战，至少这样还能什么？还能出个名吧。哼，你可真是个妙人啊！无妨，没什么大碍，好好休息一下就行了。多谢先生。谢谢先生。小无双，小无双，这些都是我从萧瑟的药房里带来最上好的补品。你也知道，他这个人小气得很，搞到这些可不容易了呢。你是来求教的，废话少说，直接问。你是想问洛清扬的剑？哎，是的，这正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你说我也不可能把剑法现在练得比他还强，但是我要从他的剑术里面找弱点，就能从弱点出发，出奇制胜，一招制敌。好，你问。哎，那我就问问你啊，他这最后一剑是从什么地方攻过来的？4面8方。好，那个时候，他的剑气何处最盛，何处最弱？无处不在。那这就没法聊了呀！这的确是这种感觉，跟洛清扬对剑和其他人对剑不一样。我们站在那片空地上，我却感觉我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。那个地方是属于洛清扬的，不对，是属于洛清扬的9歌剑法。风是凄凉的，四处是苍茫的，我耳边隐隐有一个人在唱歌，而我有一瞬间很想哭。这便是剑仙所谓的剑势啊！他一剑便能画出一方天地，在那天地之中，他就是主宰。那就没有办法能破剑仙的剑势了吗？每个剑仙都有自己的剑势，这就相当于一个小世界。你要想打破这个小世界，便不能顺其剑意而为，而是要反其道而行之。孤剑仙的剑势就是有那股凄凉之气。我明白了。孺子可教，竟聪慧至此。什么方法？我骂死他！这凄凉之剑，重在剑势。国殇剑一出，四面悲风，这是壮士高歌之时。此时气氛一到，我暴起怒喝：“该！洛清扬，你这个老匹夫！你说你这个老匹夫没事来天启城瞎晃悠干什么？天启城发生的事与你何干啊？你早不来晚不来，非得现在才来，你还问见天启？天启城同意了吗？你把那牌匾也打坏了，你知道那牌匾有多贵吗？你给我滚吧你！”先生，你说我这么一骂，他还凄不凄凉的起来？凄不凄凉的起来？其实雷兄说的这番话，我觉得也是有一些道理的。谢先生，你不用顾虑这个傻瓜的情绪，有话直说吧。
我不是安慰他。如果真的按照雷兄这么说去做的话，那么那股凄凉的剑势，的确是容易被挫败。当然了，骂归骂，骂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，也不可能骂人就能骂成剑仙出来，对不对？哦，对了，你们家的剑心诀讲究的就是垂养剑心。若是你能够闭关2日，以纯粹的剑心修其一剑，也是有一线机会的。先生说的对，我也正有所考虑。那我们先行告辞了，3日之后还请先生前来观剑。萧瑟，你说我给我那套剑法取个名字就叫骂剑诀怎么样？骂着骂着就把剑仙给赢了，是不是很霸气啊？但是我觉得我骂的也还不够霸气。你文字好，帮我想想吧。你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对手吗？啊，他可是冠绝榜上第1名的剑客，不输百里东军的绝世高手。所以我需要2日专心养剑嘛。哦，对了，萧瑟，我昨天只跟他说了3日之后见，却没说什么时间。算了，那我就干脆后天傍晚再来，这样多给我时间养养剑。你听懂我说的话了吗？哎呀，你放心吧，我没疯，我有我的剑，也有我的骄傲，我去学养剑心去了。这次看我一剑成名。是吗？走这儿。他要入剑心，不错。当年新月姑姑便曾养剑7日，最后1人1剑杀入法场。那他这样对抗骆青阳，有几分胜算？1分。比我想的还好些。都不到。你能不能一次性把话说完了？萧瑟，你应当劝劝雷无节。昨日无双差点死在顾剑仙的手下，他若知道你们的关系，想必要下手的更重一些。雷无节好歹也是雪月剑仙的弟弟，5大剑仙情谊深浅各有不同，但总归还有些惺惺相惜。就冲这一点，骆青阳应该不会对他下死手。这个傻小子，明知道要吃苦头了。或许这一战对他有益吧。若依姐姐，骆青阳再强，也不过只是一个人，更何况在这天启城中，要杀萧瑟，真的这般简单吗？萧瑟不希望别人因为他而受到伤害。骆青阳是来找他的，那他应该负起这场战役的责任，这是他从小到大的选择。但我们也可以有我们自己的选择吧。寒衣，你怎么突然从剑仙冢回来了，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呢？我怎么睡着了？你怎么突然反问我了呢？现在天气转凉了，当心染了风寒。哦，怎么样啊？在剑心冢那边，功力恢复的如何呀？已经恢复3成了，不必担心。剑心冢的消息太少了，我实在有些担心，就想回雪月城待一阵子。梦见他了？此刻若有他在的话，或许天启城的事情会变得简单一些。毕竟是我们雪月城的女婿了，应该替我们去打骆青阳。我听说，骆霞她走了。骆明轩突然对师傅表达了那种情谊，他这个当师傅的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解决，所以他就选择了一跑了之。那骆明轩呢？也追着他一跑了之了。总会追到的。这师徒相恋在江湖中虽然也曾出现过，但毕竟还是很难被人接受的。爱情中总需要一方先勇敢一些，只要有一方愿意勇敢，那他们的感情总会走到一起的。
他就是那个比我还要勇敢的人。你说的那个他，是指骆明轩，还是赵玉珍？可如果当时勇敢的那个人是我，现在会不会结局就不一样？哎呀，都是过去的事情，就不要再提了。天启那边怎么样了？这次我们不能去助他们战洛青阳，那他们该怎么办？我相信小瑟，他从蓬莱岛回来之后，我跟他聊过一次，他说他有一步棋，这步棋一定是洛青阳都没有想到的。萧瑟，军报，方才有军报传回天启了。什么军报把你慌成这样？男爵进犯我朝边境，1日之内已经攻下了我们3座城池。什么？偏偏在这个时候。是，偏偏他就是在这个时候。现在城中有孤剑仙问剑天启，边境又有男爵来犯，这一切又是萧雨的阴谋。嗨，别管是什么阴谋，我已命琅琊军全军戒备，准备连夜赶往边境御敌。想不到，前不久还兵指天启的琅琊军，现在又要替北离镇守国门，军中老将应该有所怨言吧？怨言嘛，总归是要有的。可既然肩甲上画着狼牙，就要肩负起我们狼牙的意志。哎，这几日我虽住在城外军营中，但那个什么孤剑仙的事儿，我听说了。你不必担心我，我自有解决办法。你有信心？我听说那个怒剑仙和什么无双城城主都已经败下阵来了。对，所以我打算去青天界，让老天师为我开天剑阁。你要去求剑？不错。世人皆以为我是姬若风的弟子，传习他一手无极棍，就以为我的武功是棍法，但其实我的剑术凌驾于棍法之上。可即便是当年副帅，也没有办法突破那座剑阁呀。总得有人去试试。你来守国门，我来定天启。你要开天剑阁？对，麻烦国师了。今日为何你那位雷小兄弟没有来啊？若是到了关键时刻，得有人替你护法才行啊。国师不愿替我护法吗？实在惭愧，自打海上仙山一战，老朽便受了重创。原来如此，我差一点就成功了，别说了我好像很没用一样。你知道你差的那一点在哪儿吗？在哪儿？那一点在我，你只派白小棠去拦截赤王，那怎么够？所以你才会比预料的早那么多。如果你当时派我去的话，他们怎么可能在那个时候赶回来吗？看，答不上来了吧？若依姐姐，你来评评理。哎，雷无节呢？啊，我帮你去找他。若，你说。看看你，每次都要把人吓跑。坐下来吧。我昨晚想了一下，终于是想明白了。其实你是因为害怕我遇到危险才不让我去的吧？对，你因为我陷入了太多次险境。天启城这边的事马上就会结束，你到时候也可以放心回到雪月城了。但你也看到了，要不是我，你们早就遇到危险了。而且，你要是再不喊上我，我可就真的生气了。我生气你懂的，那你们到时候可就更危险了。萧瑟，其实不回雪月城也没关系的。
只要能与你待在同一个地方，是哪儿都无所谓的。萧瑟，听到没？听到了。什么？大家长死了？昨日在赤王府附近，苏家家主苏沐雨、雷无节，望城山的李凡松、飞轩，以及雪月城的天女蕊，联手伏击了大家长。大家长被暴雨梨花针所伤，死在了苏沐雨的手下。废物，都是废物！殿下息怒。暗河的其他人呢？城中暗河其他势力都已退却，只留下了几个被制成药人，藏在了密室当中，未被唤醒。该死的！你去传2封信，一封给男爵，萧楚河敢放出男爵使者入天启的假消息，说明他已经知道5号奥域那边有联系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形势便只能快了，让男爵在那个最好的时间动手吧。只是，什么是最好的时间呢？当义父入城的那一日，便是最好的时间。所以第2封传到木良城。这么着急叫我回来，到底所为何事？我们收到老堂主的来信。阿爹，洛清扬出城了。是的，5日前，洛清扬离开了木良城，奔着天启的方向来了。以他的脚程，岂不是很快就到天启了？洛清扬是赤王的义父，一定是赤王让他来的。看来赤王想直接撕破脸皮，让孤剑仙来攻城啊！哎，萧瑟，这孤剑仙在5大剑仙中实力如何呀？比起当日的赵玉珍，他只强不弱。不过洛清扬这个人生性孤傲，不会轻易听从赤王驱使，一定是赤王叫他来带走什么人，他定会全力出战，这才是最麻烦的。他要带走谁？宣妃娘娘。江湖上倒是有些传闻，说洛清扬对师妹易文君情根深重，可惜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宣妃2次改嫁都没有选择他。孤剑仙的境界已经到了半步神游，我们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。要不我们写信给阿爹？3城主离不开雪月城，无双城又紧盯着雪月城的一举一动。如今2大城主都不在，再走一个，仇视雪月城的势力就会动。看来还是得靠我们自己啊。通知无双城，这是我最后的机会，也是他们最好的机会。是。殿下，孤剑仙来天启挑战，怒剑仙前辈不是在吗？为何还要去找无双呢？虽然大师傅和孤剑仙同为5大剑仙之一，但是真比试起来的话，大师傅想要取胜，还是很难。可若是连怒剑仙前辈都不是对手，那无双城的小城主就更不可能战胜孤剑仙了。他若是受了伤，殿下岂不是损失了1员大将？若消息是真的，无双真的可以完全操纵无双剑匣的话，那么他与孤剑仙还有一战之力。不知他们会作何打算？
他们，我相信楚河一定也在想他的办法。何人敢来雪月城捣乱？哦，你就是那个无双城的小城主。城主就城主，为什么加个小字？果然是宋彦辉的狗徒弟。走！此人剑术精妙，竟然不在师傅之下。这便是传说中的御剑之术。我方才悟出六国之术，还不熟练，怕也不是他的对手。住手！无双城主，你来到雪月城，难道是想找我一战吗？期待已久。明说、清霜、风萧、绝印、杀生、破劫、红叶、蝴蝶、绕指柔、玉如意，去！这10柄飞剑，恐怕还不够看。那再加上这2顶呢？好，忙！司空城主觉得如何？虽有一战之力，却无一胜之机。我明白了，那便先战胜一战，再寻一胜之机。多谢司空城主。你来到雪月城，难道就想给我展示一次飞剑吗？我得令要去天启，此去无归期，便想了却一些心愿。此行来到雪月城，一是想见一下司空城主，了解我如今的实力；二是想见见落霞仙子。见我？见我做什么？这个，我师父他已经放弃追逐什么剑仙之位了。如今他在我无双山后山剑庐隐居，他说他想明白了，若是仙子愿意，还请来无双城一叙。续你个仙人板板！哎，你莫激动，莫激动。师傅，你可不能答应他。你看那个不要脸的家伙，那明摆着就是想吃回头草了。师傅，你不能去啊！师傅，跟他走又怎么样？呸！我才不会跟他走。你走了我怎么办嘛？你又不是小孩，没有师傅你不能活。就是因为不是小孩子了嘛，所以宋彦辉能给你的我全都能给你。说什么？这是表白？不是小孩子了，大人给的，你也都能给。这话我怎么听着有点奇怪呢？你脑子被打坏了？我没坏。这么漂亮的美人，天天在我面前晃来晃去。我要是没有动心的话，我脑子才坏了呢。我是你师父。所以嘛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我记性不好，但这诗不是这么念的吧？我早就看你这臭小子有点奇奇怪怪的，但是我没想到你的胆子居然这么大，敢这么跟仙子讲话。你知不知道，当年有多少青年才俊是这样跟仙子讲的，都被仙子给打跑了？不过你说的也很有道理啊。怎么了？徒弟难道就不能跟师傅在一块儿吗？嗯？你给我闭嘴！你跟他说，我不去。有些事情，一辈子只能等一次，上一次放弃了，就不会再有了。师傅说的对。哎，臭小子，嘘，闭嘴！看来燕子有回时，爱卿无归日，替我师父遗憾一下。告辞。客官，店里还有吃的吗？真是对不住啊，客官，厨房早就停火了。有趣。
这些人连那黄金棺材里装的是什么都不清楚，还敢来凑这个热闹。大师兄，我们要不要趁乱？那个白发御剑的人我看不出深浅。郭子。 大师兄，你刚才看清他出剑了吗？我只数到了第3剑，之后就完全看不清了。这2天清理了许多杂鱼，想不到漏网的还有这么多。恐怕我和唐莲都不是此人对手。要想对付他的话，这些天虽然远离三顾城的人很多，但是离奇消失的人也很多。为了给唐公子省些麻烦，多余的人已经帮唐公子去除了。说的可真好听。不过就是先把和我抢的人杀了，再来和你抢。哼，也是这个道理。看来你也是为了那口棺材来的，那是雪月城的东西。 看来你并不知道自己护送的是什么，那并不属于雪月城。你知道里面是什么？那是自然。阁下或许弄错了。现在美人庄内最重要的事情，乃是在下的赌局。若阁下不感兴趣，便请移步吧。赌局？生死局。 我是一名剑客，掌握我生死的只有剑，而不是几个头子。不过今晚我倒是有兴趣陪2位玩玩这个游戏。如果2位赢了，我就再给2位1夜的时间去逃。看来你真的很自信。自不自信的？ 赌博就知道了。隔空取物，这种江湖术士的小把戏你也用？怎么？过来呀！ 你们雪月城的人脑子里面除了打打杀杀就没别的事了。一局定输赢，你们赢了我走，我赢了把东西留下。听上去倒是很公平。我曾经在天启城的千金台，连着跟人赌了3天3夜，最后还赢下一座城池，你可相信？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 公子既然能赢下一座城，那么5、6来打。所以你们这些江湖人啊，就是没有情趣。所谓赌局，最好玩的乃是一个“赌”字。可若是提前就把结果都料到了，那这赌局还有什么意义？那你说，压什么？我赌5、5、6。到。你，好。 压定离手，不好！随空池，中招的人外表毫无伤痕，5脏6腑却会被全部震碎。这头中里的头子恐怕已经……当然不好。既然是赌局，哪有那么容易？公子要改吗？改。所谓赌局必胜之法，就是相信自己会赢。 只要坚信自己会赢，
定会赢。开！556。公子好功夫。不才不才，一个小戏法罢了。我可不会武功。不会武功，接下来的路可都是险路。公子不会武功，还是不要趟这滩浑水的好。阁下难道是要反悔？我说过我不会杀你们，但是我的伙伴们不同，他们可没有我这么大的耐心。我们也有一个同伴，虽然他脑子不大好使，不过手上功夫不错。你的同伴未必能占得到便宜。如果你知道我是谁，定然不会这么说。天外天，白发仙。天外天，若是在12年前，这确实是一个镇得住的名字。你是谁？你怎认得我？知道你们的人不多，但总归有人知道。想不到，天外天的人还敢出现在这里，你们忘记了曾经的约定了吗？无双城的卢玉宅，想不到你们也来了。当年，无论我们之间怎样争抢，黄金棺材绝不能落入此人之手。那黄金棺材之内的事物，原本就属于我天外天，想拦住我？世间武功分为9品，9品之上有4大境界，分别是金刚凡境、自在地境、逍遥天境，以及只有传说中的神游玄境。这白发仙武功已融入了逍遥天境，天外天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这天外天究竟什么来历？天外天的名字你可能没听过，不过他们的另外一个名字你一定知道。魔教，魔教。胜算吗？要不是他手下留情，刚才那一剑，咱们已经……都是故人之后，看在你们师尊的面子上，我不会杀你们。如果再敢阻拦，可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。云霜！金霜！赵许柔！玉如意！无双城的无双剑匣，据说已经有100年无人能够使用它了。小鬼，报上名来。天下无双城，无双。雪月城出事之后，天下无双城就把“天下”二字去掉了吧？哼，迟早会加回来的。有趣。你想怎样？见高手不能失之交臂，自然是想向前辈讨教一下。狂妄！
我可没时间跟你们耗。别跑！无双，回来！追！方才的白发仙说他还有同伴，我若是你，现在就去守那个棺材。还要追吗？追。这是雷无极的霹雳刺。我乃江南霹雳堂雷家雷无极，还有不怕死的要上的吗？上！好快的速度！雷家的火灼之术，难怪。上！黄莲，你竟然还能活着从里面走出来！怎么样？这功夫我也是刚练成不久，还不够熟练。不过现在好了，打他们10个8个的不是问题。哼，火灼之术乃是燃烧自己心中之火，短暂获得神力之术。你这心柴又能燃烧多久呢？哼，打你们这些不人不鬼的家伙足够。好大的口气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居然是这种邪术！邪术？什么邪术？你看，怎么了？你觉得有什么异样吗？好大的月亮，倒是像纸糊的一般。今天是22，天空中本应是一轮下弦雨，怎么会出现满月？那师兄的意思是，这是孤虚之术。所谓的孤虚之术，就是一种邪门的阵法。在孤虚阵中的人，仿佛都进入了梦境一般。接下来你可就要小心了。在这孤虚之中，一切皆为虚幻，但是一切又皆可为实。师兄，你说的什么？我不太懂。小心！师兄，击中了！师兄，你怎么做到的？孤虚之中，无数杀机藏在其中，你所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你要放弃你的眼睛，用耳朵去听。放弃眼睛？听声辨位是血月城的必修课程。你且听好了：天地若大，风无处不在。孤虚之中最大的弱点，便是能隔绝外在的一切声音。所以，在孤虚之中，你只需要仔细聆听。当你身边的风被撕裂的时候，就是敌人暴露自己位置的时候。听风。
天赋异禀啊！毕竟啊，也是从小习武，这听觉也是练习了许久的。听风辨位，仗目杀人。若是以为这样就能破了孤虚之阵，那也太天真了。我猜的果然没错，大师兄为了见天女人，一定要路过梅屋庄。只是看这架势，他们似乎被这些人用什么阵法给困住了。难道这就是阿爹当年抵御魔教之时所遭遇的孤虚之阵？师兄，怎么那么多啊？现在该怎么办？不要慌，守住心神，他们奈何不了我们。只要拖住你们，等到白发仙大人回来，看你们能翻出什么花样。阿爹跟我说过，孤虚之阵靠的是阵法和破音的结合，只要断其一，便能破其阵。师兄，什么声音？是枪击之声。前面来了，你别说话，我要去寻那声音。阵破！怎么样，师兄？咱俩这配合简直天衣无缝。这位就是司空姑娘吧？在下刘无节。别松懈，还没结束呢。你，哼，这个邪术已经被本姑娘给破了，你们还有什么招数，就一起使出来吧。是啊，阵破了。你们到底还是跟上来了。说实话，得罪雪月城并非我们所想。不过现在看来，连无双城和天外天都参与进来了。今日我们再不出手，恐怕就来不及了。那棺材中的事物与我们关系甚大，实在是无法放弃。这棺材里究竟装的是什么？对于有些人来说，里面装的是荣华富贵；对于有些人来说，里面装的是绝世武功；对于我们来说，里面装的只是一个答案。答案？13年前。别说了。13年前望一楼惨案，望一楼一夜之间惨遭灭门，只有楼主谢柳依的长子被打晕之后，留了一命。醒来之后，却失去了那晚所有的记忆。后拜入天泉老人门下，做了杀手，江湖人称明侯。知道的还不少。可惜了，这望一楼惨案本来就是一桩无头案，即便当时有线索留下，可如今13年过去，也是无迹可寻。你真就这么确信这棺材当中有你想要的答案？不过说实话，我对这棺材倒是越来越感兴趣了。住手！
这事越来越有意思了。诈尸了！还是个和尚，还是个活和尚。没有结巴，不是和尚。先把他带走再说。您好，我见过你。我拜会过忘忧大师，不过大师不肯帮我。老和尚早就说过，你要的答案，不论是什么，必将成为心底之魔。忘忧大师一片苦心，在下感激。但是知道了是心魔，不知道亦是心魔。也对。你还好吗？老和尚不愿告诉你的，无心已经告诉你了。这是施主的劫，施主好自为之。作为报答，我们可以带大师离开这里。这是我自己的劫，你们走吧。走。无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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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双。大师兄，无双，快过来！无双，无双剑侠，这怎么会这样？师弟他不会。师兄，师兄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啊？我怎么跟城主交代呀？都怪我，师兄，都是我逞强，把无双师弟给害死了。我的师弟啊，师弟！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啊，那家伙跑太快了，我追累了就睡着了。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大师兄，别动！别动！你冷静点，大师兄。我过来，冷静，过来，冷静。罢了，此人武功极高，一不小心就把你弄死，没事就好。那咱们现在干嘛？就算现在再回那美人庄，也够呛能抢到那东西了。先行撤退，从长计议吧。走。
你的接头人终于到了。在下无禅，这位是我的师弟，也是忘忧大师的俗家弟子，吴昕。此处不是讲话之处，我们先从这里离开吧。莲，你不是最喜欢吃桂花糕了吗？啊，这是怎么了？我喂你。有人在，别闹。假正经。话说，你为什么要跟过来？我看上这位公子了，不行吗？对了，唐莲，我收到来信。雪月城受九龙门托付，派了你来护送师弟与我碰面，并未提及这几位朋友。请问他们是？这位是枪仙司空长风之女，司空千落。在下江南霹雳堂雷家雷无极。驾！我只是个小客栈的老板，同外面那个雷门的小兄弟一同去雪月城办点事情。这位是美人庄天女蕊，此次他们二人与我同行。那你的师弟为什么会躺在黄金棺材里啊？这黄金棺材乃寒水寺镇寺之宝，可压制所躺入之人的浑身内力。压制？我师弟修习罗刹堂32秘术，大觉师傅觉得师弟十分危险，故要求以黄金棺材为压制来护送。传闻罗刹堂的秘术，习得任意一门便能身具神游。想不到你的师弟竟一下学了个全。忘忧大师是昔日的禅道大宗，他为何会允许无心师弟修炼这秘术？这些就得从忘忧大师本人说起了。忘忧大师习得佛门6通，其中以他心通最为不凡。传闻去寒水寺参拜的香客，只需注视忘忧一眼，无需言语，自省心中罪恶。这么厉害，都不用说话的。他心通修炼至极致，能一眼看透人的内心，改变人的内心，是以佛法度人。不过就在几个月前，忘忧大师却忽然圆寂了。江湖传言，忘忧大师圆寂之后，尸体倒地为尘，瞬间灰飞烟灭。传言并没有错。为何突然圆寂了呀？还是江湖传言，忘忧大师是被人逼至极致，忧思而死。这位兄弟知道的很多。是的，有人一直在逼师傅交出师弟，因为我这师弟也曾展露过师傅那窥探人心之法。他练的是心魔引。心魔引，这又是什么武功？我从未听说过。他心通窥人心，悟其道。可心魔引这门武功，窥的不是人心，而是心魔。若是我没猜错，你这师弟无法正常修习佛法，所以忘忧大师安排他去罗刹堂修炼秘术。如今那32门秘术，只存在于无心一人身上，又是这般厉害，难怪会引来这么多人的争斗。大觉师傅想用伏魔神通消除无心身上的禁术，这岂不是要废了他？可据我所知，无心师弟在接到消息之后，便运用归西之术躺入了棺材中，并无反抗。那魔教对你师弟感兴趣，也是因为罗刹堂秘术。魔教？行了，知道魔教太多的事情，对你们没好处。他说的没错。你是谁？又是你！行了，把人交出来，我放你们一条生路。做梦！师兄，我来帮你。看好我师弟！你不去帮忙吗？我又不会武功。看好无心。那白发仙的武功已入了逍遥天境，
又岂是你们几个能讨得到好的？哎，等等我！哎，等等我，我还没上去呢。 没用的，那家伙境界太高，不是你们人多就能解决。那怎么办啊？用这个呀。你知道那个是什么？像这种形状的火器，应该是雷门的麒麟火牙吧？那可是号称麒麟一怒，剑仙不出的大杀器。那玩意儿制作方法早就失传了，现在仅剩那把还在门主手里，怎么可能给我呢？啊，不对，这事门主好像不让说。雷门不幸啊。 不过你说的对，也只能用那个了。我不想和你们几个晚辈纠缠。再说一遍，把人交出来，我的耐心可是有限的。让开！来！想不到竟然是这样。剑。 雷门不是明令禁止门内弟子练剑的吗？这难道就是杀戮剑？长剑纱布，你是雷轰的弟子。好啊，一个个的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们。的剑气，看来他真的是动怒了。香，实在是太香了。霜叶红，想不到你伤得这么重，还能有这样的手法。唐门这一辈中，你能排进前3了。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什么话？3步唐门，1步阎王。看来我还是小看你了。你们还有谁想来？还有我。不想落个终身残疾的话。 别起来！喂，你还能不能站起来？别看了，只有你能听到。
如果你还有一点力气的话，那就站到我的面前来。还看什么？再看那个白头发的家伙就要把我带走了，赶紧的，站到我的面前来。唐莲，我本不想杀你，你又何必逼我？还有多少暗器？透骨钉、铁蒺藜、龙须针，你只有一击的机会，全部放出去。万术飞花的手法不是每个唐门人都能掌握，但你是唐莲，你一定没问题。既然你执意如此，那就再接我一剑，就是现在。你没有让我失望，不过这种程度还是挡不住他多久。不知陛下急召微臣，所谓何事？起来说话。谢陛下。如今正值采选之际。那掌管采选的总管罗德海，却在昨夜暴毙。什么？朕已经吩咐下去，此事万万不可声张。这次召你进宫，就是想让你低调彻查此事，争取早日水落石出。微臣遵旨。哎，老大，这衣裳挺适合你啊，不是吗？闭嘴吧！初步判断，死亡时间应该是在昨晚子时前后。死者应是被人点中颈项要穴，阳虚闭窍而亡。什么人？哎，官人饶命！官人饶命啊！你什么人？奴才只是内务府的一个小太监。我问你，这罗总管的死，你知道些什么？奴才昨夜从此路过，见这屋灯亮着，就张望了一眼，看见罗总管跟兵部文侍郎一起进了屋。兵部侍郎，他们两人平日经常来往吗？这个奴才不太清楚啊。等等，死者内衣好像有夹层。什么？胡扯！朕昨日与文爱卿商议边塞的事情，一直到深夜，他哪有时间去见罗总管？文侍郎是什么时候来这里的？晚膳时他便在了。
怎么，你连朕都不信？臣不敢。告诉朕，是谁暗中造谣诬陷文爱卿？陛下息怒，可能是臣一时疏忽了，待臣再细细调查一下。下次再用这等无中生有的说辞来糊弄朕，朕拿你是问。是。微臣遵旨。你慢走。那造谣的太监已经被杖毙，现在唯一的目击证人也没了。小太监出现的时间太巧了，有可能受人指使，故意透露这个假消息。我们在罗德海的衣服里发现他的受贿名单，名单上都是此次参与采选的人员。他们应该是想为家中女眷争取名额。罗德海正是掌管此次采选的总管，贿赂他的确是条捷径。你是怀疑是名单上的人作案？有这个可能。这么多人，那咱不会挨个查吧？都在这呢。那件案子有进展了吗？子硕，你进宫的事情怎么样了？暂时搁置了。这次参与采选的姑娘全被退回去了。退回了？是啊。听说罗总管为采选受贿，陛下为了肃清后宫，就把采选取消了。哎，玲珑，别走，别走！哎，听我说嘛，玲珑姑娘，采选取消是好事，说明咱俩有缘分呢。啊，走。哎呀，玲珑姑娘，玲珑，明日我就上门提亲去啊，把彩礼给你送过去，等着我啊！走。这什么人？这不王麻子吗？本名王进，爹有钱，就没学点好，天天往漂亮姑娘身上蹭。这位玲珑姑娘，我好像在哪见过。哦。防火防盗，小心火烛。此人与罗总管司法相同，阳虚必窍而亡，恐怕是一人所为。怎么相同了啊？这不是还把……你懂啥呀？虽然凶手将死者的命根削去，但真正的死因就是点中颈项要穴，跟罗总管一样。杀就杀了，为什么非要断其命根呢？难道这个凶手有什么特殊的癖好？杀了个太监不过瘾，还把一个正常人……干嘛非让我来这屋啊？那还不是小撒让你来的？哎，千万别上来啊！你别看了，这具尸体有点怪异。这王麻子飞扬跋扈，又贪恋美色，定得罪了不少人。子硕，这王家跟宫里头可有什么联系啊？可我怎么也想不通哎，这两个人怎么会有共同的仇家呢？罗总管受贿，王麻子欺压良民，倒也算得上死有余辜。莫非这凶手是想替天行道？这次行贿事件牵扯的人太多，听家父说，陛下已经拿武家开刀，审了2天2夜了。武家承认，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罗德海暗示他们了一件事情。暗示？有人不想让武家姑娘入宫，就花了大钱让罗德海搞鬼。什么？不过这也正常，朝内将卿众多，可能是武家的对头暗中作梗。也就是说，这罗太监想上下通吃？
不好了，武家姑娘也出事了。初步判断，死亡时间在1个时辰以前。先奸后杀。从尸体的痕迹来看，死者激烈的挣扎过。至于死因，跟前2个一样。是同一人干的？太监、富家公子、大家闺秀，被同一人所杀，这也太诡异了吧！竟然连未出阁的姑娘都不放过。等等，他就是武玲珑。之前采选的时候，我见过他一面。怪不得那日在凡社觉得他有些眼熟。你是说，那天王麻子骚扰的姑娘就是她？嗯。这是御赐的酒杯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陛下赐的酒杯。我还说呢，这客栈看着不咋地，用的酒杯倒还挺讲究。这说明，来过这屋的是陛下身边的人。怎么了，小三？你找我？客官稍等啊。来，小二，这里来壶酒。干嘛？干嘛搞得神神秘秘的？我偷偷到文侍郎府上打听过了，他染了风寒，昨晚早早就睡下了，有仆人作证。但是还有些疑点需要查查。不，你又去干嘛呀？啊，老大因为这件事被陛下臭骂了一顿。我告诉你，你要再瞎折腾，让老大知道，非收拾你。可能？可能什么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说什么？什么可不可能都让你说了吗？吵啥？你说你身手那么好，你为什么不去呢？你疯了吧你？只是跟踪而已，不难吧？我怎么可能去啊？让老大知道我还想在大理寺混呢。我罩你啊！是你少来，就你真不去？不去。哼！想不想做名侦探？想啊。想不想出人头地？想。想不想把紫苏明媒正娶？想。领证。哎，好嘞，来了。不是。客官慢走啊。遵从你内心的选择。想。那就从让紫苏高看你一眼开始吧。等我。麻辣，这么简单？我还有必杀技没使呢。而我听说啊，这武家主人可是出了名的趋炎附势，平日里八面玲珑，对谁都陪着笑脸。最近好不容易升了官，要说他会得罪人，我可不信。你确定？确定啊。这个武家主人花了大价钱，就是为了把女儿送进宫，这多符合他的性格啊！和武家有仇怨，又是陛下身边的人，你可有线索？为夫。小撒，快！我告诉你啊，那个文侍郎那马车也太邪乎了，我跟着他一拐弯，连人带车都不见了。什么？我刚从文府探查回来，他半个时辰前就回府了。半个时辰前？啊？
那会儿我刚跟丢啊。从宫门到文府，怎么也得走1个多时辰吧？总不能你刚跟丢，这马车就出现在文府门口吧？除非那马会飞。你不是会飞吗？啊，三宝，你沿着文侍郎回家的路再走一遍。少来！你想不想让紫苏？等我。半个时辰。三炮，你尽力了吗？你说呢？唉，尽力了。我会在紫苏面前替你美颜的。美颜？既然连你都用了半个时辰，文侍郎在你面前消失，到出现在文府，却只是一瞬间的事儿。可不是啊，马车能有我快吗？之前陛下的证词让我们打消了对文侍郎的怀疑，可是现在所有线索又都指向了他，所以我觉得易容术或同胞兄弟是比较合理的解释了。小三炮，你又要干嘛？证据，这就是证据。这张脸好像在哪儿见过，记不记得？文侍郎身边的那个，我跟你说过的老仆人。证据也有了，我去报告老大，抓人呢。等等，你把证据偷出来了？啊？你说这是从侍郎府发现的啊？谁会相信？那咋办？打草惊蛇了？怕什么？再把它还回去呗。还回去还怎么证明啊？哼哼，干嘛？你要干嘛？我查到了王家和武家的关系。自从这武家小姐采选被退回之后，就被王妈子给盯上了。这王妈子直接上门提亲，武家主人彩礼都已经收了。凶手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，这3起案子都是针对武家的。先是杀死了掌管采选的罗德海，这武家送女儿入宫的如意算盘自然是落空。没想到这武家退而求之，答应了王家的婚事，但王家公子一死，这武老爷再次扑了空。如今这武玲珑又惨遭杀害，凶手看来是不想让武家得势。到底凶手和武家有多大仇啊？小玩意儿。哎，这位老张，我看你面色无光，印堂发黑，莫不是最近有妖物缠身？
住手！你想干什么？哎，来人呐，抓强盗！你干嘛？竟敢在文侍郎面前动手动脚，关你屁事啊！放肆！喂，我斩！哎，文侍郎，我去抓！你别跑，别跑啊！朕记得上次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这案子跟文爱卿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可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纠缠？臣知错。要是你没能力查案的话，就别查了，朕马上换人。陛下，再给臣一次机会，朕已经有眉目了。那好，朕再给你3日期限。不过这一次，朕希望你不要辜负朕对你的期望。微臣遵旨。我怎么你？那都是张真脸啊！就一个晚上，假脸就变成真脸了。这要让老大知道，阴天了，乌云盖顶，收衣服去。哦，萨摩多罗，查案起是儿戏，我说你可以不信，陛下说的你也不信吗？还有你黄三炮，竟然敢背着我跟萨摩胡来，趁早给我滚出大理寺！哎，老大，那文侍郎肯定有问题啊！谁没事在家里藏人编剧啊？王老师又发现了一具无头男尸。啊？哦。死者是名男性，长相有多眉老睑，身材魁梧，应该是个习武之人。不会又是点穴死的？这次啊，还真不是。可以断定尸体虽然头被砍去，却是中毒而亡，也就是说中毒在先，砍头在后。凶手之所以多此一举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让我们无法辨认死者的身份。李少卿，罗总管的那份名单呢？我都已经查过了，上头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。先给我看看行吗？上头的墨迹，我原来以为是罗德海写错之后涂掉的，可这么看来，这处墨迹是后来加上去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墨迹的新旧会有细微的差别，比如这处就应该是笔误留下的墨迹，而这处的运笔与其他不同，很有可能是凶手发现名单之后才涂抹上去的。哎，不，他傻呀！要是他怕人发现，直接拿走不就好了？我们不妨顺着这凶手的思路来想，既然这凶手发现了名单，如果想要掩饰自己行贿的事实，完全可以将帛书直接偷走。可是他只是涂到了自己的名字，而将帛书放回了罗德海的衣服里面，好像是故意让我们发现这个重要的证据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只要拿到这份名单，必然会查证罗德海受贿一事。三炮啊，采选的姑娘被退回之后，谁成了最大的受益者？谁是最大的？哎，不，你问我干啥？就是你啊！什么意思啊？不是那个老大跟你说正事呢，能不能正经点儿？少爷，你认真听点儿。你的意思是这些姑娘原本的追求者，或是爱慕的对象？没错。武家行贿本身就影响极差，这样一来，武家姑娘自然是再无进宫的可能。顺了。这个王麻子上门提亲啊，那凶手肯定是不会答应啊，对吧？哎，可是这武家姑娘怎么会被奸杀呢？
哎呦，我又搞不明白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在干什么？李少卿，那日双叶在尸体前进中发现的帛书是不是这样折好的？你怎么知道？我。我就是，你以为我喜欢被两边喜欢来喜欢去？真的都是为了案子。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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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说正事儿。三炮，拿酒。啊。哎，三毛多罗，这是你最后一次使唤我啊？是吗？高看，高。等我。哎，给。李少卿，我想你的直觉应该早就告诉过你，真正的凶手是谁了。启奏陛下，昨夜有突厥骑兵进犯我边陲大营，无法确定此次偷袭是个人行为，还是可汗授意所为。微臣以为，不如先观望几日，若他们就此停手。李治，你疯了！陛下，陛下救我！陛下，陛下！陛下！怎么，这点劲都吃不住了？啊！李治，给我住手！臣遵旨。朝堂上殴打同僚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朕？陛下，臣有事启奏。文侍郎乃是武状元出身，今天竟被我打成这副模样，毫无还手之力。陛下，您不觉得有些奇怪吗？回陛下，微臣自从担任侍郎一职，武艺的确有所松懈。近日李少卿突然出手，臣不得其解，但念及此处是皇宫之内，不可冲撞陛下，所以才未还手。如果只是武艺松懈，那不妨让陛下看看你的双手吧。习武之人，掌心处必然会有老茧，为何你这掌心非但不见老茧，反而细嫩的如同文人般？李治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陛下，您面前的文侍郎其实一直是有2个人交替出现的，带兵打仗的是一个，与您谈论朝堂政事的又是另外一个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文侍郎有一个双胞胎兄弟，大理寺一直在调查的连环杀人案，皆为此人所为。这是不是真的？陛下，这纯粹是李少卿的臆测啊！不知文某何处得罪了少卿，竟然如此血口喷人。你兄弟与罗总管起争执的时候，偏巧被打惊的小太监看见了。然而与此同时，你却在和陛下谈论政事。那天下早朝，你发现了我们跟踪你，特意绕了路。
可是你没有想到，我在你的府上也有埋伏，发现了出现在文府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人。敢问陛下，这世上同一个人在同一个时间，可否出现在2个不同的地方？绝无可能。这起连环杀人案一共死了3个人，总管、富家公子和大家闺秀。我们在罗总管的衣服中发现了一块记载着行贿者名单的帛书，你自作聪明涂掉了自己的名字，但这帛书的折法却暴露了你的身份。为父，而且我们还在发现武玲珑尸体的房间中找到了一套御赐的酒杯。想必陛下应该还有印象吧？没错，这是朕去年赏给众爱卿的。如果你还想狡辩，陛下，证人已经带到。传。这位老仆跟随文侍郎多年，但即使他知道真相，也不会说出来，因为他是个阴人。昨日的无头尸案，死者明明是中毒而死，却被人砍掉头颅，这必然是为了掩人耳目。我想这尸体不是别人，正是文侍郎的这位亲兄弟吧。老仆，我说的是否属实？文清，李治说的可是实情？抬起头来看着朕，朕要一个答复。陛下，臣犯了欺君大罪，罪该万死。陛下，李少卿说的句句属实。微臣的确有个双胞胎的弟弟，名字叫做文天阳。文天泽啊，没想到你这么毒。你到底是谁？是你！草民萨摩多罗擅自闯入大殿，还请陛下恕罪。萨摩多罗，萨摩多罗，你告诉朕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谢陛下。哎呀，启禀陛下，这文侍郎自幼饱读诗书，弟弟文天阳则自幼习武，大字不识，却空有一身好功夫。弟弟是中了武状元，却不懂朝中之事，便由文侍郎每天参加早朝，与陛下讨论政事。由于没打仗，天阳便一直赋闲在家。文侍郎怕被人发现，便帮他易容成老仆的样子。这么多年来，你兄弟二人经营得很好。直到武玲珑的出现，才让兄弟之间第一次出现了隔阂。武玲珑，就是那武家的独生女。正是。罗总管掌管此次采选，文天阳行了贿，想把武玲珑清除采选，没想到武家给的更多。他眼看武玲珑就要入宫，便一怒之下把罗总管杀死。
随后，他拿到了罗总管的名单，只是涂掉了自己的姓名，而非直接偷走。其目的正是要彻底搞砸这次采选。如他所愿，参加采选的姑娘被遣回，可偏偏王马子又看上了玲珑，还下了彩礼。彩礼送过去啊！你的弟弟自然无法忍受此事，便将其杀害，断其命根。听你这么说来，这文天阳是对他有情，那为什么还要杀害他呢？因为这武玲珑从始至终爱的只是文侍郎吧。我推测，武玲珑死的那日，应该是天阳假借你的身份前往客栈，武玲珑发现了他的身份，拼死不从，才被他杀死。你知道真相之后怒不可遏，便将文天阳毒死，又怕孪生兄弟的事情败露，才将亲弟弟的头砍下。文清，你竟然骗了朕这么久！陛下，罗总管不死，玲珑就会进宫；王麻子不死，就会对玲珑强取豪夺。天阳说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和玲珑，可他却做出那等禽兽不如的事情。你不是天泽，你是谁？我是文天阳，天泽的弟弟。什么？我从未听天泽提起过他有个弟弟。这是个秘密，除了你没有人知道。那天泽呢？为什么你会来？他很好，你不用担心。玲珑，你不要进宫好不好？这不是我所能决定的事情。哼，啥新鲜事儿都有。第一次听说采选取消。是啊，姑娘们都不用进宫了。还看呢？再看，老子被你看穿了啊！哎呀，我就担心这是个梦，这梦醒了，他就要进宫了。哎呀，是不是梦？不是，你见得很真实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行了行了，给我吃好吃的去。哎，不过子苏要真的进宫的话，我一定不会拦着他的。拦着干嘛？你可以去陪他嘛，给他当厨。哎，不，你太狠了吧你！哎，对了啊，案子破了，你以后是不是得高看我黄三炮一眼？我发现你有个优点。什么？人长得丑吧，可你想得美啊！
萨摩多罗，别让我抓到你！我打！你来啊！我打！哎！公子，快来瞧瞧，新来的秋菊姑娘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心好，活儿更好，特意给您留的。哎呀！于公子，你怎么了？醒醒啊，于公子！快来人呐！死人了！死人了！都来看一看啊！哎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麻绳表演特别好看，不要错过啊！来，都看看啊！现在有请萨摩闪亮登场喽！这里呢有3根绳子。别走啊！再来一个！我还没把这绳子打开呢。谢谢。
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！精彩表演不容错过，错过一定终身后悔。哼，就这俩铜板。哎，官兵来了！不是，那个对面居然有一堆人在那儿看戏呢。哦。话说这公子眼花缭乱，迷糊中就走到了一间小室跟前。这小室之内是空无一人，只有一张绣榻置于其中。再往前看，墙上挂着一幅栩栩如生的牡丹图，画上的牡丹颜色艳丽，花瓣娇嫩。这公子本来就是爱花之人，看着看着他就入了迷了。啊，这可真是人间绝色呀！突然，只见那远方一阵风吹了过来，这画一动啊，竟从画上下来了一个姑娘。这姑娘与平康坊的姑娘可大不一样，肤如凝脂，凤眼黛眉，这哪里是人间能看到的姿色呀？好个不知好歹的凡人！小生从未见过如此标致的女子，真是让姑娘见笑了。叫我牡丹就好了。牡丹，不知姑娘可是那画中之人？那咱以后还得有剧情，才有人看。我们回去研究一下啊。却不知怎的落入此处。李少卿，你也跑来凑这热闹？凑什么热闹？昨天夜里有人死在平康坊。公子低头一看，地上躺了个人，与自己长得一模一样。尸体无外伤，鼻孔中有不明毒素。妓女莹莹有犯罪嫌疑，但无实证。哎呀，我说你这脑子里除了案子，能不能有点别的？能不能有点爱好啊？不知道这画中，你知道这故事讲的什么吗？讲的是这牡丹仙子从画上飘下来，然后呢，还把那公子哥的魂给勾走了。你有没有在听我说？没有。于是这二人便手牵手走进了画中。去查案。饭还没吃呢。从此，这画中便有了公子的身影。说完了再去。我回来了。哟，什么好吃的？你们来的刚是时候，我研究的新菜。尝尝，不就是粉丝蒸腊肉吗？什么粉丝啊？这叫银丝牡丹。切，你什么时候变那么讲究了？你知道这菜名让我纠结了多长时间吗？现在长安城里最流行的是什么？知道吗？就是花仙摄魂，东市演出场场爆满，我顺势跟风，懂吗？懂了。甭废话了，赶紧尝尝，给我提点意见。哼，怎么样？我还是喜欢吃烧鸡。来，李少卿，尝尝。不用了。来，两位里边请。请。啊，这院好香啊！大理寺办案，我们来问问于公子的情况。官人呐，我这儿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
最大的爱好就是在这家里边摆弄些花花草草的。他也不像其他的公子吟个诗做个对的，他呀就对这些花花草草是精心打理呀。精心打理的是老吴吧？啊，您说什么？这位是？在下常瑞凡，是于公子多年的花友，平时做些花草生意。于公保重，常某告辞了。官人们告辞。老吴啊，哎，来了，主人有何吩咐？你去把后院的花啊、草啊的赶紧处理了。姓常的带坏我儿子，我宁可把花都扔了，也不给他。赶紧！去！我们也想到后院看看，请便。看来于公子的确很喜欢牡丹。是的，这些都是公子生前栽种的。看，这株白无瑕，花瓣没有一丝杂质，世间罕见。常公子开了天价，我家公子都没卖。啊，是挺漂亮的。唉，公子走了，这花草留着，只能惹人伤心呐。我把死者房中的牡丹花带回来检验，这花果然有问题。说说。这盆中的泥土中藏有一种名叫四目杖的天竺香料，和死者鼻子中的药物吻合，能致幻，但是并不致死。那真正的死因是什么？一针致命。封住了颈项要穴，阳虚闭窍而亡。下针稳准狠，那个妓女啊，绝对做不到。如果凶手不是那个莹莹姑娘，而真正的凶手特意选择了她，又在房中的花盆里动了手脚，说明他想把大家注意力都集中到牡丹身上，从而嫁祸他人。也不知道这个于公子生前得罪了什么人。这个恐怕就要去问子苏了。老板，哎呦，玉儿啊，这是怎么了？老板，您这儿还有紫色的牡丹花呢。你说的是魏子啊？对，刚走路不小心，把姑娘那盆花撞碎了，我得赔她一盆。姑娘，这样好不好？这边的花只要您喜欢，随便挑。哎，你看那盆怎么样？这是凤求凰，那盆很贵的。老板，那就要那个。哦。爹，你快看啊！女孩子家的，大呼小叫，成何体统？爹，你看好不好看？哎呦，你这是从哪弄的这盆花啊？这是女儿买给爹爹的寿礼。哎呀，你这孩子，咱家又不是什么大户人家，咋能花钱买这么贵重的花啊？我看这凤求凰应该是价格不菲吧？这可是雨儿攒了好久的钱才给爹爹买下来的。爹爹不喜欢吗？啊，喜欢。记住，以后女孩子家说话办事要矜持点。知道了，爹爹。爹，你看你。好，
咱们把花搬屋里去吧。爹，哎，您慢点儿。好。爹，花怎么样了？爹，花怎么样了？爹，你怎么了？爹，你醒醒啊！爹，你怎么了？爹，你醒醒啊！爹，你醒醒啊！我查过了，这个于公子还真没什么案底。会不会在别的资料库，只是我们查不到？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，就是与家庭有关，可以查查于家这些年的恩怨，指不定会有线索。我让三炮去打听打听。老大，不好了，于家又死人了。是谁？这回是那个园丁老吴。